给了专一又多金的财阀老公韩家人，那是依旧说不出结婚的好处。 일찍 결혼한 거의 장점. 韩家人的脸呢，在韩国是一个形容词，他的鼻子呢是全韩国的整容模板，那颗长在鼻尖上的痣啊，更是典型之笔，被誉为是神来之笔。他不仅脸，还是个学霸，在那个帅哥美女都挤破头想要进艺术高中的年代呢，他却按部就班的考上了韩国排名前5的庆熙大学，主修旅游管理。20岁那年呢，还只是去参加了一个高中的结业典礼啊，结果呢，被当时的韩流鼻祖 H.O.T 和水晶男孩在电视上同时惊为天人，从此呢，踏入了娱乐圈。2003年呢，一部黄手帕啊，让他直接拿下了最佳新人奖。紧接着呢，爱情的条件、马州街残酷史啊，都是步步爆火啊。他只是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，就成了韩国国民女神的代名词。但在他女神的外表之下呢，却藏着一个抽象的灵魂。聊到结婚11年没孩子的感受，他说 아이가 없었는 그 11년의 결혼 생활은 행복했나요? 그때는 그냥 왜 웃음이 나오지? 她分享和老公唯一的合拍地方呢，就是一起说别人坏话。 저희는 진짜 1부터까지 다 다르거든요. 그래서 식사도 완전 따로 해야 되고 모두 다 다른데 진짜 유일하게 제일 잘 맞을 때가 남욕할 때. 뒷담화할 때. 뒷담화할 때는 기가 막히게 맞아. 그리고 너무 신기한 게 남들은 뭐 와이프가 아 누구 때문에 뭐 그랬어 이러면 에이 당신도 좀 잘못했으니까 잘 생각해봐요. 뭐 이렇게 하는데 우리 남편은 제가 1만큼 하면 이 사람은 10, 100 더 뛰어요. 오빠 그 사람 좀 이상해. 에이 그 사람 정신병자야. 然而呢，这份乐天派的灵魂却有一个破碎的原生家庭。他的父亲呢，在他的人生里啊，只是一个缺席的角色，他从来没有感受过父爱，他甚至连恨都恨不起来，因为恨呢，也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之上。而他呢，对那个男人啊，连期待都没有。这份来自童年的情感黑洞呢，让他对完整的家庭啊，有一种是近乎病态的渴望。于是呢，就在粉丝以为他要在娱乐圈大杀四方的时候呢，韩家人呢，却做出了一个震惊所有人的决定。2003年呢，韩家人第一次在片场啊见到这个严正勋啊，就一脸不屑的在心里吐槽啊，对方是一个奇怪的富二代。但严正勋呢，却对韩家人是一见钟情，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呢，韩家人啊也被这个男人吸引，因为在他面前啊，韩家人呢感觉到无比的安心和松弛。在交往了600天之后呢，严正勋啊策划了一场自以为是完美的求婚，他把韩家人呢约到了一个江边的餐厅啊，准备呢在这个午夜12点啊放出了一个藏有求婚的横幅气球。结果呢，因为太紧张了，他不停的就催促这个韩家人呢往窗外去看，直接呢把自己的预谋呢给暴露了。韩家人呢后来在节目里啊笑着吐槽，막 들려요. 막 이래. 2005年，年仅23岁的韩家人呢宣布与这个严正勋结婚。严正勋呢虽然说也是个星二代啊，父亲呢是资深演员严归振啊，家里呢也是很有钱，但和当时光芒万丈的韩家人相比啊，他就是一个高攀的幸运儿。他被全韩国的男人呢冠以是国民小偷的称号。据说呢，这婚礼当天啊，东方神起的沈昌民啊正在外地开演唱会，在后台看到新闻之后，那是当场倒地痛哭呀。韩流天王宋承宪呢更是公开喊话：严正勋，你偷走了我的女神！不过呢，这更戏剧性的是啊，这韩家人呢刚结婚不久啊，她老公呢就入伍了。独留作为心腹的她呢，和这公婆是大眼瞪小眼。 22살에 만나서 24살에 결혼해서 4월에 결혼하고 우리 신랑은 11월에 군대를 갔어요. 그리고 나는 시부모님이랑 5년을 같이 살았어요. 你可能会说啊，为了一个男人在23岁就放弃了如日中天的事业，他值得吗？要回答这个问题呢，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啊，另一位和他同样是被称为是国民初恋的女王孙艺珍。这2位女王啊，面对同一个事业与爱情的终极难题，给出了2种截然不同却又同样解决的答案。韩家人呢，选择的是先成家后立业。他在最渴望家的年纪啊，抓住了一个能够给他提供了情绪价值和家庭温暖的男人。然后呢，在长达10年的隐退生活里啊，他慢慢的去疗愈着自己童年的创伤，开始在用一场婚姻来为自己的人生兜底。而宋艺珍呢，她选择的是先立业后成家。她用20年的时间呢，把自己啊变成了一个中无路的大满贯影后。她先把自己的江山打了下来，然后呢，才在39岁那年呢，和玄彬啊举行了那场势均力敌的世界婚礼。而是用自己的事业来为自己的人生加冕。你看啊，这2条路啊，没有对错，只有选择。如今呢，42岁的韩家人呢，在生完2个孩子之后啊，终于又杀了回来。但这次呢，她不是那个只会微笑的完美女神，她成了一个在综艺里啊金句频出的抽象女王。她会面无表情的说：“所以啊，韩家人那场看似是恋爱脑的英年早婚呢，其实啊是她对自己人生最高明的一次自救。这是她呢对原生家庭的创伤一次最彻底的自我疗愈。她知道自己啊最缺什么，也知道自己呢最想要什么。于是呢，她在事业最巅峰的时候，果断的为自己的人生呢踩下了刹车键。她用10年的隐退换来了一个完整的家，也换回了那个曾经在童年里丢失的安全感。如今呢，当她再次回到那个名利场的时候
后啊，她早已不是那个需要靠微笑来武装自己的小女孩了。她活得比任何人都通透，也比任何人都自由。她才是那个真正把命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的人间清醒。